的家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避风港，是一个堡垒。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中式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无论我走得再远，家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避风港。就是他们的这种和谐的生活跟稳定的关系，确实会让我很有安全感，很多时候会让我觉得是一种支撑。但是他们也会拌嘴，但是我知道这种拌嘴就是很日常的拌嘴，偶尔会小吵一下，但是都是很爱对方。然后争吵之后也会给我打电话，因为现在见不了面嘛，现在就会给我打电话说你来评评理。我想这我怎么评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们说对与错，你只能就是说算了吧。你要说对与错，那这个就是没完没了了，可以吵到明年。就是你只能就是在中间和稀泥，我只能在中间就是去调节。我说你们冷静一点，我说为了这么小的事儿吵架值得吗？对不对？就是算了，哎呀，没事儿，这么小的事情。你有这种感觉吗？觉得父母在变老？但是每次当我就是要煽情，然后跟他们来一次心灵上的马杀鸡的时候，他们就会立马跳脱出来说：“哎，我现在等打球呢，没空跟你说。”要不然就是我跟你妈要是在外面自驾游，哎呀，你再好好的就行。就会好吧，他们很开心，过得很好，我很羡慕他们，向他们学习这种心态。就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大，家境也没有很好，但是父母都会竭尽所能给我最好。其实刚开始参加燃烧的时候，我父母是有一点担心，怕我突然第二天就流浪街头了吧。尽量跟他们说我过得很好，不会第二天就流浪街头了，放心吧。孩子在爸妈的眼里永远都是小孩。前段时间我拍戏的时候来看我，然后还对我说，如果你真的做不下去，你就回来吧，演艺圈还是不太稳定。就是可能我无论以后做成什么样子，可能在他们的眼里还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这样一个浪子的一个形象，他们还是从内心打心底的希望你能回来，有一个很安稳的一个工作，这样他们会踏实。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心态有时候也很可爱。我跟我父母相处的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父母跟孩子的相处模式。我小时候没有少挨打，我妈一直都坚信黄金棍下出好人，不算苛刻吧，就是严格。我爸爸会从小其实都会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就不要后悔。对，我父亲从小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跟价值观的一个树立吧，我觉得就是要善良，自己努力，想要的靠自己去争取，不走歪门邪道。就是教育我是要当一个有礼貌的人，然后换位思考的人。太根深蒂固。虽然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父母会教育小孩说，不要吃亏啊，多留个心眼儿。但是我觉得至少没有父母会教育孩子说，不要做一个好人吧。所以我还是认为从原生家庭出身以后，对孩子的教育还是说要做一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作为我爸妈很骄傲的儿子。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再忙也一定要做的？就是我家人的事情吧。比如说如果我家里人他们希望我现在就要回家，或者是怎么样，我会义无反顾。我觉得亲人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无论你相隔多远，其实那份牵绊是一直都在的。当我的父母开始依赖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会让我觉得我长大了，会觉得我是很幸福的人。这是你一个奋斗的动力，会为了当然，就是为了给自己最爱的人更好的生活嘛。但是很多事情不会跟他们分享，就是很多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一些障碍啊，很少跟他们分享，因为不想他们担心。你也在牌桌上，你以为你准备看到的是肖战演的《十日终焉》，其实你即将看到的是你自己。嗨，大家晚上好！今天下午看到消息，肖战已经落地青岛，准备正式进组电视剧《十日终焉》。这个大 IP 的小说呢，我是看了一部分，重点是它太长了，我还没有看完。而当我正式确认肖战已经进组《十日终焉》的时候，我脑海中很多画面都串联了起来，旗下中间之地生死重来，那一次又一次的游戏和那一张大大的游戏的牌桌，而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张名为舆论场的牌桌。十日终焉大 IP 影视化，旗下纸片人具象化，期待与审判的交锋，可以说从这个消息透露之初到现在从未停止过。他们不是分离的，他们本质上是一件事儿，把一个在文字中活了很久的纸片人变成三维世界里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去演的一个角色，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人性实验。
十日中间小说里的规则，如果说简单，它也挺简单的。如果把每一场游戏我们都比作是一场牌局的话，那洗牌就是生死重来，那失败就是死亡。现实生活中的舆论场规则也很简单，每一次的官宣路透争议都是一次洗牌与发牌，庄家不是某个人，是流量算法、黑粉经济、群体情绪构成的机制。两套规则，一张牌桌，旗下和肖战都做了上去。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肖战和旗下或许性格是不太相似的，甚至就有人说肖战看上去就不适合演旗下。旗下冷静算计，擅长说谎，肖战温和克制，哀人一个。但是他们两个是有真正的相似之处的，我个人认为就是那种处境的结构式的相似。旗下的牌桌叫中间之地，肖战的牌桌就叫舆论场，他们都坐在了一张自己无法选择也无法逃离的牌桌上。旗下不能退出游戏，退出就等于死亡，肖战不能不玩了，因为作为一个演员，一旦退出了舆论场就等于职业死亡。他们都没有选择不玩，因为他们知道不玩本身就输了。但有意思的是，他们不打算不玩。旗下不在乎一局游戏的生死，他在乎的是最终能不能带所有人都出去。肖战不在乎某一次热搜的褒贬，他在乎的是作品能不能立住，角色能不能活出来。他们都意识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谓的赢可能根本不存在，但是玩下去本身就是意义。旗下最终选择留下，成为那个孤寂的永恒的守护者，而肖战选择清醒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属于他的牌局中。他们在意的可能根本不是每一个人拿到了什么牌，他们在意的是谁才是这场游戏最后的赢家。也许赢家不止一个，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的玩下去这么值得被看见？因为那张牌桌的底色从来就不是光明的，人类族群的底色是悲壮的，人性的底色是悲凉的。每一个坐上了人生牌桌的人，迟早会面对这个底色。有些人被吞没了，认命了；有些人被吓退了，躲进了没有筹码的角落。但是旗下、肖战，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叫做我偏要在悲壮的底色上画一抹月白，偏要在悲凉的底色上画一抹嫣红。月白是肖战面对风暴时的沉默与体面，是旗下在精明算计之下的那一丝从未泯灭的温柔。嫣红是肖战在每一个角色里注入的生命力，是魏无羡的笑容，是藏海的隐忍，是未来旗下的孤勇。悲壮上画月白，不是掩盖悲壮，而是让悲壮有了层次，悲壮也可以如此清正，如此有骨相。在悲凉上画月红，不是否定悲凉，而是让悲凉有了温度，悲凉之中也可以开出这样灼热的花。是悲壮底色上的勇敢，是明知牌桌上的规则不公，明知自己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明知这场牌局永远不会结束，但仍然选择坐上去，仍然认真博弈。不是要赢得牌局，而是要在牌桌上守住自己的风格，不一定是要走出中间之地，而是要在中间之地里活出人该有的样子。这是一部歌颂人类勇气的小说，这是一部畅想希望与自由凯歌的小说。当我们被这份人类勇气打动时，我们就像是在看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射出的影像一下子让我们明白，原来在那张牌桌上从来就不是只有肖战和旗下，我们都在牌桌上，每一个人，你我书粉黑粉粉丝，还有那些普通的观望者，每一个人都是这场人性实验场的实验品，也是刽子手。我们压住审判洗牌发牌，每一次点赞评论转发都在参与着这场永不落幕的游戏。我们的期待在调高标准，我们的失望在制造伤害，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不是道德的审判，这是结构性的现实。只要在这个场域里，好像我们就无法真正意义上的置身事外。但是在牌桌上不等于被困在牌桌上。旗下觉醒的技能叫生生不息，它的核心是创造。每一次循环你都不是从零开始，你带着记忆，带着经验，带着上一轮用命换来的认知，你可以在这一次的牌局里找到新的突破，找到新的方向，找到那束哪怕只有一线却真实存在的光。不是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后都能长出新的骨头。肖战就是这样，他跌倒过，不是那种轻轻的擦伤，是那种会被写进热搜，被反复播放，被无数人围观和审判的跌倒。很多人都会以为他会碎掉，或者是从此缩进了安全区，但是他没有。他接了梦中的那片海，演了如梦之梦和藏海传，现在又接了十日中间里的旗下。每一个选择都不是安全的，都带着很大的风险，都意味着他又一次把自己放在了一场新的游戏的牌局上。他不是没有痛，他是从那片痛苦里长出了新的血肉，愈加的强壮。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生也是这样的，没有人能一辈子不跌倒，有人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然后停在原地，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不是这样的，他们会在跌倒后蹲下来，记住那块石头的形状，然后再站起来绕过去或者把它搬开。下一次的遇到相似的石头的时候，他们就会认出它。他们没有变得不痛，但是他们学会了带着痛走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生生不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人性的实验场里生生不息，会跌倒，会伤害，会被伤害，但我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找到最真诚的、最无限趋近于光明的选择，即使代价巨大。这就是人类的勇气，他不是无知者无畏，他是看清了底色之后依然选择落笔，他不是赢得了牌局，而是在牌桌上活出了自己的样子，他不是真正走出了中间之地，他是在中间之地里开出了艳丽的花。所以肖战接十日中间的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演员接住了一个角色，我看到的是一个人他坐上了一张牌桌，而那一张牌桌上有旗下，有我们自己，有所有正在人性实验场里挣扎选择成长的人。而我们能做的不是承认自己不得不在牌桌上，因为你本来就在，你需要选择的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坐在上面，是被底色压垮，还是拿起画笔，是看着规则认命，还是成为那只洗牌的手。肖战选了，旗下选了，现在轮到你了。我们都在牌桌上，我们既是实验品，也是刽子手。
但是我们更是那抹月白那抹嫣红的执笔者，生生不息不是被赋予的，是自己亲手挣来的。认真在场的每一个人才能真正意义上的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吧，拜拜。